大神王大人，这个是药师豆，你要辞职了。身为一个药师，在这里我觉得我无法发挥我的长才。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你有想好去哪里了吗？全球前10大药厂，必致妥施贵宝，还没离职就要接业配了。大家好，我是药师兜，我剪头发了，头发也染成黑色的了，眼镜也换了，不是出外景要穿成那样。有点哈兹卡西。总之，我们今天要来一揭国际药厂神秘面纱。不是，到底谁会想要知道药厂里面到底在干嘛？那干嘛？药厂工作很赞哎，不然你以为那么多创新治疗怎么来的？那你觉得药厂工作内容都是什么？药厂工作内容应该就是一群人拿着一个木杆，然后在那个桶子里面在捣药。不是，不然我们今天直接带大家进入国际药厂办公室的内部，让大家看看药厂里面的大家到底平常在做什么。我们第一站直接来我们的总经理室，带大家来看一下总经理平常到底在药厂办公室里面做什么。Let's go， 总经理不好意思，我进来喽。我们来访问到我们的 BMS 的总经理，然后请问一下，你觉得 BMS 跟其他的药厂最大不一样的在哪里？我们以人为本，公司的这个重点就是用科学扭转病人的命运，因为我们也是人，病也是人，用我们的力量，一双手的力量，也是公司 logo 的这个大衣来守护病人。以人为本。是的 BMS 有什么具体的做法，让公司觉得说，很喜欢 BMS 这个大家庭？关怀病人的话，也会一样关怀我们的员工。举例在福利方面的话，我相信 BMS 福利都是非常优厚的。在年底每一年的1个礼拜的假期，是全公司都放假。我们也有去年年底得到劳动部的认可，拿到工作生活平衡奖。我们是唯一一个药厂拿到这个奖项的，其他药厂都没有拿到，只有 BMS 拿到。这张认证里面的话，Great Place to Work。这个认证也是不仅是台湾，在亚太区里面也是一个公认的水平。我们工作很关注病人，作为老板，其实我更关注员工他们的福利。BMS 工作，你觉得最有挑战性的事情，或是可能最困难的事情，你觉得是什么？我相信每个工作都有困难，不过是总经理有困难，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困难。举个例子，公司投放很多资源在新药里面，包括我自己跟各个部门的同事都很希望可以，第一快一点，可以把好药跟新药可以引进来台湾；第二，在台湾引进之后的话，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可以拿到健保给付。不可说是困难，是一个继续努力，尽量把最好的新药用科学里面来真的给病人这个实在方案。感觉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有挑战才有机会啊，要试试看吧。我感觉到你也很好，很棒啊，很棒。举个你沟通技巧非常好啊。我的对啊，是啊，还可以，这是没有。这个是一门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伎俩的，是的。谢谢总经理，那我就继续去访问其他人了。OK， 好，谢谢，感谢，拜拜。我现在人在药厂的办公室内部。不然我们今天来随机访问一下，直击一下，看他们平常在做什么。药厂的办公室，大家作业内容到底是什么？来了，我们发现我们第一位 NPC 01，请问怎么称呼？我是 Ivy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药厂办公室，药厂平常大家都在做什么？大家对药厂的印象是很严肃啊，对，其实一点都不严肃。我觉得我们挺活泼的。对我而言，我们不是严肃，是专业。对，我觉得不管在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职务，都有他专业的领域。有压力吗？哪一个工作没压力？都有压力。那如果有压力，你平常会怎么抒压呢？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不同的功课跟不同的方式，但抒压确实是一个现在工作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公司也很强调就是 work-life balance 这件事情。除了在面对工作压力之外呢，你的生活、你的家庭都要有一个很好的 balance。所以会强制员工休假会吗？应该不用强制，大家都很想休假。那你们有没有同事就是在员工旅游之后又自己安排10天的假期了？10天的假期，我们大概2月、3月初我们会停摆，大概公司会停摆大概半个月。很棒，很棒，很棒。那你们进去药局买药，你们会说出一些术语，然后药师会说可能不小心会，就是可能会讲他的学名或者什么的，可能药师就会知道说，你是知道的，你可能就是很清楚说你要什么。一般人比较不知道说，可能同一个成分可能有不同的厂牌，那我们可能就会指定说我要什么成分、什么厂牌、什么剂量。你们在销售药品的时候，你们会在桥下什么会这样？剪掉，全部给我剪掉。没有关系，这件事情
发生的几率是零。哦，零是。最近很多年轻人在办公室里面想要有一些多元的发展，对于他们这样子的一些要求，你们会怎么实行呢？因为我们有非常多不同的部门，那每一个部门都有不同的专业。那如果说你对不同的部门有兴趣，我们公司也有开所谓的 TOD Tour of Duty。哦，好，我知道 Call of Duty。好，谢谢。比方说我在业务部门对，那有一个公司内型的部门，他对于业务的工作非常有兴趣，这个部门可能可以开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时间，可以让他来学习跟体验，带着这个有兴趣的同事来让他实际操作，或者是让他来看我们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小小实习的感觉。对，即使你不是这份工作，但你对于业务的工作非常向往，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TOD 的一个 program， 你可以更了解。相对而言，就是彼此是互相增长跟互相学习。那如果对于总经理的工作有点兴趣，那你也可以跟总经理说，总经理，您是不是可以开一个职务的内容，可以让我们实习看看呢？我们总经理非常欢迎。哦，你的位置我们想现在目前坐很久也有。谢谢我们的 Ivy，谢谢。受益良多。接下来我要继续在办公室里面探索，找寻还没有其他员工可以让我访问。来了 ，NPC 02，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叫 Melody， ？Melody 你好，想请问说你在药厂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位呢？我做的是 Omni Channel Engagement Manager， 所以我做的是跟数位行销相关的。你是相关科系毕业吗？不是，我其实是企管系毕业的，哦其实是浩浩的学妹，啊，你也是毕校在猫空猫空喝茶的。喝茶学校，气管系哇，商学院的啊、了不起啊！不是啊，非相关科系在药厂工作里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之前我其实，在做业务或者做行销的时候，常常就是需要学习说临床的试验啊，然后学习这些跟药品相关的一个疗效啊，还有副作用等等的。其实对我来说，这都是我第一次踏入医学的环境的感觉。过去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最讨厌的科目就叫做生物，但是呢，哦，你高中有修生物，你是3类。没有，我是一类，就你是一类高一不得已高一还是得要对耶修生物。大学的时候也在文组，对那后来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因为觉得药厂也有很多的使命是可以帮助很多病患，所以加入到了药厂。殊不知又回到了生物。你们公司应该有蛮多药学系毕业的，那他们有一些小圈圈的话题吗？会，就是有时候常常会大家会分享说，这个药啊，或者这个药的仿单，然后听到说，仿单到底是什么？其实药就只是药里面的一个药品的说明书。所谓的仿单是里面那张纸，是全世界不会有人看的那张纸，就是滑到最后按我同意的那些东西。没错，就是很像是家电的使用的那种说明书。药厂工作的环境是怎么样呢？我们不只是导药啦，真的有在导药的？没有，那是月兔。哦，好。月兔是导药还是导年糕啊？月兔是导药哦，月兔是导药哦。那你们除了导药之外呢？其实公司其实蛮重视 inclusion 跟 diversity 的。inclusion 呢指的是包容 ，diversity 指的是多元，所以知道。故意做节目效果，你以为我不知道 inclusion 跟 diversity？ 就代表说我们来自不同多元的一个族群或不同背景的一个同事呢，都可以在就是公司里面呢，都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尊重，然后大家可以包容不同的一个声音，这就是 inclusion 跟 diversity 的意思。因为公司有桌游社嘛，所以中午的时候大家也会一起就是玩桌游啊，然后很多部门的老板啊和同事都会一起进来就是玩桌游，所以还蛮有机会可以认识很多跨部门的同事，未来的沟通啊跟合作上跟跨部门的沟通合作可以更顺利。因为我们有个员工，他很常说啊，浩哥，我们可以一起玩桌游吗？然后我就说，我先走了，拜拜。工作的环境如果觉得很开心，有时候上班他的压力不会那么大。谢谢 Melody， 耶！那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位 NPC， 药厂内部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NPC。你好 ，NPC 0304，请问怎么称呼？我叫 Vicky， 我是 Alan， 你们是什么职务的？医药安全部门。那我是医药业务代表。什么叫医药安全部门？那我们主要就是要负责去收集像是药品它在开发过程中的一些临床试验啊，或者是这个药上市之后病人使用的一些状况的收集。这样有些副作用它其实是在我们研发过程中没有发现，我们收集到这些资料之后，我们就会整理出来，然后就要报告给食药署。Alan， 想请问说你的业务的内容是？就像我们公司有很多医药业务代表嘛，他们其实呢就是公司要去赚钱的第一线。一般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卖药的就好像就是你会带了很多药去找医生，然后从包包里面掏出很多药品给医生看，瞧下，对，就是那种直接摊开就好像很多药品。其实你看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一颗药丸。我们主要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去拜访医生，去跟他说我们的药品的一些专业知识或是一些资讯的更新。那医生知道这个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在治疗病人上面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说医生有遇到什么，像是说有一些副作用他不没有办法处理啊，那其实我们都
都有相关的知识，是可以协助他去处理病人这些情况，临床上给他一些咨询跟建议这样子。所以你们每天就要带着药，不是没有药，带着什么去见医生？带着我们的知识去找医生就可以了。还有我一个重到不行的 iPad 这样子。那医生要怎么知道呢？他会在刀上戳一个这样。太哦，有些医生是这样子、啊，也许没有这种。我目前还没有看过医生有这样吸过啦。对，都是要知道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一些临床的一些报告这样。对，因为其实当医生在看诊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打扰他在跟病人的沟通啊。对。但是如果说医生在看完病人之后有需要请教我们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是会协助他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大学你是相关科系毕业？对，我是药学系毕业。哦，你就是药学系对，毕业。我本来就药学系毕业。那 Alan 你是？我是生命科学系毕业，然后再去读药相关的研究所这样子。就是指考可能也没有表现很好，就意外就落到那个位置这样子，但还是读得很开心，是4年，然后之后再选择更专业的，就到药的领域读硕士这样子。哦，所以你们都是3类组？对，我们俩都是3类组。其实以公司来说，3类组应该还是占大多数啦。对，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大圈圈，他们才是小圈圈。他们在药厂工作里面面临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你要了解很多疾病的缩写，就是其实每个部门他们都有各自的缩写，对，然后每个就可能叫个 MN， 叫个 CML， 可是你就要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可是，在不同的疾病别里面，他们可能不一样，所以每次当别人提到的时候，就赶快去 Google 一下，到底他在说什么啦。不讲台北车，这样要讲北车，为什么要讲 MM？ 你先讲一下 MM 的全名是什么 ？MM 是 MM 全名是 Multiple Myeloma， 它其实是多发性骨髓瘤，然后就有很多这样的疾病都有这样的缩写。对，我也蛮好奇为什么叫北车。就台北车站。那你们看得懂医生在写什么吗？求学阶段你们会做过一些药品的实验，还是你们现在也会做实验？目前的话，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是没有从事所谓的研发部门的工作，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做实验。但是我们自己求学阶段，我相信就是如果是比较医疗背景，可能都要做一些动物实验。你们会帮老鼠取名字吗？不会，因为他们通常可能长出来不到1个月就被我们牺牲掉了。其实动物实验不会只有做所谓的白老鼠，我有做的老鼠是黑色的，黑老鼠，对，就品种不同，然后也有做在兔子的等等的，其实不一定。那牺牲完之后，那个老鼠或兔会夹菜吗？当然我们觉得超度它，这样谢谢它的贡献。那在公司里面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福利？像我们其实是1个礼拜可以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家工作这样子，我可能是医护，就连休4天呢。很开心没有，我要工作，我在家，老板在看，我认真上班，人在做，老板在看。就像是我们公司啊，其实是有最后1周有个 Global Shutdown 这个制度，会有1周的时间，全世界的 BMS 都休假，那你就可以利用那周的时间去做你个人的休假的安排，你可以出国玩啊，或是你就是待在家里面做你想做的事情。所以刚好是年底的最后1周。对，通常都是年底的最后1周，在圣诞节前后啦，就刚好国外放假，台湾也放假，就刚刚好的。在工作一下下又放年假。没错，今年不是好像有6个补办日嘛？对。那我们公司的政策就是说，我们就不补班。刚刚他们说 BNS 不补班，How放也不补班。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上班。听说 Alan 你们的公司有一些社团，没错，什么意思？有点像是说你在工作之余，你还可以参加一些团体活动。那这些团体活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我们从总公司下来，有很多在各个国家都有举办的一些跨国的社团，像是我们有一个叫做 PAN 这个社团，希望说可以提升亚洲人在公司里面一些职场的一些文化或是地位的提升的。PAN 又是缩写，对不对？对，它其实是 PAN HR。PAN， 它其实就是 Pan Asian Network 的一个缩写。那他们可能就会举办一些像是说刚刚有提到 Shadow Program，或是他们会举办一些跟 career 相关的讲座。那主要就是提升公司的同事们一些软实力、硬实力，希望说可以提升亚洲人在整个 BMS 当中的一个地位这样子。他们致力于这一块。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B Now 的一个女性团体，它其实是 Bistro Manuscript。shit， 再，它其实就是 Bistro Manuscript。Network of Women 的缩写，就 B Now。那他们呢，也是希望说，在整个公司当中，可以提升女性在职场上的一些能力啊，或是让大家看到一些性别平等的一些议题这样子。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Pride Alliance 的团体，它其实就是 focus 在一个同志的文化这一块。公司在各个国家都有这个团体啊，不过我们台湾其实是在亚洲区最早成立的一个，会组织同事们一起参加同志游行，或是说会举办一些同志的活动，像是我们之前有举办讲者来演讲啊，或是我们邀请
彩虹平权大平台来我们公司演讲。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少数的团体嘛，那我们公司里面可能很多人都想知道这块文化，因为我们公司的精神也是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可以让各个族群，不管是亚洲人、女性，或是说甚至是同志团体，可以让多发声这样子。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团体叫做 Climb， 它其实是 Cultivated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for Millennium and Beyond， 就是 focus 在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社团啦。因为其实我们在公司里面有很多像是 Y 世代或是 Z 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占这个公司已经是一个好大的团体了，但他们并没有掌握真正的权利，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团体，让大家的声音被放出来。讲出 Y 世代跟 Z 世代是不是有点年纪了？我觉得一起快乐崇拜。他们要做的事，其实就主要是针对世代交流这一块啦。我们也是希望说，在各个不同世代之间可以互相交流了解这样子。那他们可能就会举办相关的活动啊，或是说举办的活动都是跟比较年轻人会在意的议题，比如说环境议题啊，或是说各个族群之间的交流、跨部门，或是甚至跨国，我们都会就是会有一些交流的活动在。那你们有固定上下班时间吗？公司比较提倡是弹性工时啊，所以就可能是你可以早上班，可以早离开，你可能有接送小孩的需求，或者说你就是稍微晚一点上班，那你就是晚一点再离开，工作时间都是固定的。谢谢我们的 NBC 0304 Messi 手足球 Messi 勿爱 BMS 勿爱。我们刚刚访问完 NBC 01、02、03、04，接下来我们去寻找 NBC 05，Let's go。好，进 NBC 05在那边等我很久了。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叫 Cammy。Cammy， 请问在公司是什么样的职务呢？医药学术部门。医药学术部门，那请问工作的内容大概是？大概是顾问的内容，管理阶层这样子。那底下的同仁们在做什么？其实我们的部门呢，需要在产品在上市之前，需要跟医生们有非常多沟通，去了解现阶段在病人上面有哪些的还没有满足的需求。那这些需求呢，会转化成接下来我们公司内部可以在帮助更多病人的一个里程上面，包含了我们要跟其他不同的function 做一些沟通，包含了 marketing 啊。就是行销部门，然后或者是 market access， 或者是关于健保的这个部分，然后都会希望可以帮助到，就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部门。你是相关科系毕业的吗？我是 PhD， 然后但是生物物理、生物化学，所以不是完全的医药背景系的。PhD 就是酸性很低嘛，所以没有啦。那你有没有在这个工作上面遇到最大的困难？对我来说，我以前是没有医药背景的部分，所以其实也要去做非常多的领域上面的熟悉，包含了就是要跟医生们讲一样的语言，然后要去了解现阶段治疗领域缺乏的东西，所以其实自己要对于每个疾病要非常的了解，做这份工作非常多背后的努力。就算没有相关科系的背景，来这边其实也是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相关的知识。其实公司会给蛮多资源的，再从 global top down 下来，就是会有很多的 training，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借由的上课，然后去了解。那当然就是我们除了在台湾本地以外，我们跟其他国家都有非常多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增进我们的知识。其实，在公司内部呢，也常常被形容为是 walking Google。对，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问我们，然后我们通常就是要提供答案。来 BMS， 你觉得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对我来说，是我很可以做我自己。我也是那个 LGBTQ 一团的成员，在这个环境，对于我的想法，我是觉得可以很 easy 的去做一个发声的。那不论是对于专业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在 Pride 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就是可要更帮助，或是大家在工作领域上，即使自己跟大家所认同的不一样，对，但是还是可以把工作做好，也还是可以往上的成长，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好，我们谢谢 NBC 05，谢谢耽误你的时间了，拜拜。是我拜拜，继续。观众朋友们，看完以上的介绍，你是不是对药厂有更多的认识？其实我对于药厂一开始的印象呢，跟我今天逛完一整天之后的那个印象感觉差很多我以为药厂是那种很无聊，然后办公室这样，或是在每天看药、倒药这样。其实没有，药厂可以很活泼，可以很好玩。那不得不说 BMS 他们对这块土地贡献非常多，对于癌症、对于血液肿瘤，他们在积极研发各种的新药，所以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对人类的进步有非常大的贡献。不是像某一些职业在那边剪片、在那边拍一些干片、在那边讲一些笑话，对人类有帮助吗？好不好，观众朋友们，不要在那边看影片、干片哈哈笑。我要准备我的履历，我准备也要去为人类的福祉尽一份心力，不要再拍一些干。我来了。Let's go。
总经理，这是我的履历表。开始找吧。